整体来说非常成功，而这些呢，就是我们上一阶段的工作成果。大家的努力都没有白费，不过你们呀也不能掉以轻心，接下来还有更新的挑战在等着你们。公司的年度项目征集已经开始了，大家在工作之余可以想想有什么新的创意。创意被采纳之后，不但有奖金，还有机会成为项目负责人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。我刚刚去人事部办了手续。既然离职手续办完了，可以收拾东西走了。我办的不是离职手续，是年假的补办手续。谁批准你休年假的？哦，是我。我批准了下一年的年假，忘记走流程了。这事儿我和人事部解释过了。赖我，这些情况我竟然都没有了解到，是我疏忽了。看来我对运营部的工作还不够细心呢。不过以后不会再发生了。既然人回来了，找个位子自己坐下吧。我们还要继续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把门关上。最近你们工作不是特别忙吧？那年度项目征集结束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交出一份让我满意的方案？如果交不出一份有潜力的方案，今年运营部的年度项目征集可是要交白卷了。总监，我们会努力的。我一会儿就去收集资料，整理方案，我会尽力。但是，现在平台上有关女性时尚类别的软件实在有太多了，我怕。这份资料拿出去好好看看。美丽 Online 这2天整理出一份方案，以你的名义交上去。你是我们运营部的老员工了，当运营部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，你要学会担负起这份责任，明白吗？我知道了，谢谢总监，谢谢。去吧。我就知道你会回来，恭喜你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这是我的条件。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谈条件 ，SG 随时都可以找到不逊于我的人才，但这是我留下来的前提。不谈与工作无关的事。不得语气调戏、动作暧昧，更不准有肢体接触。欠债还钱，不许不收。这权利和义务划分得这么清楚，你这是约法三章。虽然内容有些滑稽，但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。君子协定，一式两份，白纸黑字。希望你可以好好遵守约定，我们2个和平相处。你有这个经历啊，可以好好出份伺候案了。总监，您找我啊？进来。把门关上。嗯。这个月绩效考核结果看了吗？嗯。有什么想法？
连续2个月绩效考核成绩垫底，这个月要是再这样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一个个都不让我省心，你一个，夏言一个，他是突然请假人就不来了，突然销假人又回来了，这让别人看到我们运营部做事多不专业啊！虽然他现在人回来了，但是旷工那么多，肯定要扣积分的，到最后垫底的应该就是你们2个。那怎么办啊？夏言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人才，在能力方面，他也的确比你要强。不过你别紧张，你是我带出来的人，我自然舍不得你走。只是公司有公司的章程，你只能靠你自己。要是再不努力，谁都留不住你了。所以该怎么办，你自己真的要好好想清楚，明白吗？嗯。你也留一份。欢迎回来。差点忘了，说是不能有肢体接触是吧？行，那你好好准备你的方案吧。加油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悠悠，你把，哎，夏言，哎，夏言，这么长时间没见，你也不联系我们一下，你去哪儿了？家里出了点事，对呀，我听艾米说你爸爸生病了，现在怎么样？没事了吧？做了个小手术，现在已经出院回老家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夏言回来就好啦。对呀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头脑风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觉得只有风暴没了头脑。太夸张了吧你！真的，我们都可盼着你回来了。行，那我先去工作，回头我请大家吃饭。拜拜，拜拜。哎，你看艾米今天状态不太好。是啊，艾米怎么了？他已经连续2个月绩效考核垫底了，再这么下去，他可惨了。刚才我还看见薛老大找他谈话呢。哎，薛老大刚才找你谈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年度方案的事儿呗，让我们抓紧点想。你提这个我头都大了，我上哪儿给他想去啊？我还是随便写一个应付他。艾米，艾米，哎，公司的年度项目征集，以往被选中的大概都是什么样的类型主题啊？大概是围绕……他虽然人是回来了，但是这个月旷工那么多，肯定要扣积分的。到最后垫底的应该就是你们2个。什么类型都有啊 ，SG 旗下涉及的领域都可以。他们主要是参考项目的整合啊、可行性啊、推广性啊。对，你说的这范围太广泛了，你跟我说的具体一点。大概其就是这么个意思吧。
艾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是在担心绩效考核的事情吗？你别太担心了，你也是运营部的老员工了，不管是资历还是能力，你都没问题的。你这话说的多轻巧啊！你当然不用担心了，我又不是你，什么难题到你手里都能轻而易举的解决。况且你背后还有徐总给你撑腰呢，我们哪能跟你比啊？对不起啊。现在大家手里拿着的，就是我们运营部进入复赛资格的2个方案，分别是由美琪和夏妍完成。这2个方案我和薛总都已经看过了，今天来开这个会，主要是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。美丽 Online， 这是一个主打时尚女性的闲置物品交易平台。对，我在做方案之前，对女性化妆品相关做过市场调查。因为网红效益，女性在购买化妆品和护肤品的时候，越来越倾向于网上做好功课便直接下单。但是由于每个人的肤质不同，适合大家的未必就是适合自己的，所以就会出现假肢蜜糖、以致砒霜的情况。那么问题就产生了，化妆品一旦拆封使用过，就没有办法退货，花了钱囤了很多根本用不上的护肤品。可是现在二手交易平台那么多，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置换自己的闲置化妆品，你的提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所以，我们美丽 Online 最大的亮点就是，我们将推出最强鉴定团，我们将提出存疑的化妆品、护肤品、奢侈品，进行免费的鉴定。如果大家对美丽 Online 没有任何疑惑的话，我们来聊一聊闺蜜星球。社交软件，现在市面上的社交软件不是已经很多了吗？的确，现在市场上的社交软件并不少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要放弃这一块。相反，这正好认证了市场的需求。如果我们可以挖掘垂直领域，抓准细分用户，我觉得值得一试。普通的社交应用已经囊括了所有的用户层，我们还有深挖的必要吗？所以，我们就要在功能上进行创新。我是网易云音乐的深度用户，平时听歌的时候我就喜欢刷评论。可以分享听歌感受的平台有那么多，为什么还有大批的用户喜欢在网易云音乐上面刷热评呢？因为同好聚集。对，同好。只有在这里，你可以找到跟你在同一个深夜聆听同一首歌的人，感受共鸣。聚焦闺蜜，一般的好友圈功能还不够吗？如果是想打造全民闺蜜的话，的确不够。女生在一起平常讨论的会是什么？就是分享。大家喜欢分享最新的口红色号、最新买的衣服、最近的感情观、爱情观。她们可以通过6人定律构建起自己的一个星球，这也就是闺蜜星球这个名字的由来。秀我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女性时尚购物平台了，还有必要花大力气去做社区吗？相比较而言，我觉得美丽 Online 更适合秀我接下来的发展。可是闺蜜星球如果真的做出来了，一个庞大的社区流量对秀我的作用可是没法比的，而且还能大幅提升秀我的用户粘度。你看网易云音乐不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吗？可是美丽 Online 同样可以引流啊。现在大家2份方案都已经看过了，你们觉得哪个更好？我觉得闺蜜星球吧，虽然挺有想法的，而且看上去生活、音乐各个方面也包容的挺多的，但是就是想法挺好。石总，你觉得呢？这2个方案都很不错，相较而言，美丽 Online 更能让人看到它的功能性，以及对秀我用户需求的延展。美丽 Online 是一个好项目，但作为 SG 最重要的项目，我认为闺蜜星球更合适。石总，就这么决定了，散会。